最近呢，大家應該都刷到過斬殺線這個詞，大概意思就是只差一次意外就會墜入深淵的生活狀態。其實表達類似境遇的網絡新梗，我的記憶中還挺多的。最近的，我覺得幾年前流行過的鐵拳也是差不多。對個人而言，遭遇了斬殺線和遭遇了鐵拳，仔細想想就是一個意思，對吧？再早一點的還有個熱梗，吃着火鍋唱着歌，突然就被馬匪給劫了，也是差不多的境遇。總之，很多人就是這樣，看似滿血，實則是在斬殺線內而不自知。今天我們就來聊聊日本戰國時代遭到滿血斬殺的武士們，成了落伍者之後會遭遇什麼樣的生活。這裡是花散裡，喜歡這樣的內容，別忘了先點讚訂閱喲。大部分日本戰國愛好者聽到落伍者，腦子裡應該有一個模糊的印象，大概就是打了敗仗、失去主君、狼狽逃跑的武士。這個理解沒有錯，但是還不夠。日本歷史上多的是大量制造戰敗武士的時刻，落伍者類似的身份也是一直都有。在日本的幾次大的武士亂世中，每一次戰線崩塌都有可能把一群人從家臣族親變成被追的獵物。戰國時代是在其中戰爭頻率最高，而且主從體系最為緊密的時候。武士與族親奉主君之命上陣，戰勝當然很好，徹底戰敗的話就只能各憑本事逃命了。而在近世之前，日本也基本不存在打完仗就翻篇的，勝利方要搜查和追殺敗軍是武士戰爭的常識。長久的戰爭環境也改變了社會觀念，戰敗者不僅被視為不名譽，還會被視為帶來霉運的晦。加上戰爭裝備的價格不菲，落伍者不僅要被勝方追獵，也有可能被己方武士，甚至是被普通民眾盯上。這就是日語俗語所說的落伍者連芒草的穗都怕，也就是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的意思。落伍者從戰場上逃出的第一個風險就是直接撞上落伍者手。在戰國已經有了比較完善的軍功兌換機制，所以戰役結束之後，勝方的士兵、地方勢力以及路邊看似與戰爭無關的平民都會找敗軍兵將，打算靠他們發一筆財。一般來說，兌換軍功就是用手機，也有些大名是用鼻子、耳朵，但是如果不是己方武士之間確認軍功的話，一般還是要用手機來確認死者的身份。在證明軍功時，大名的部隊甚至會清理整飾，然後給首級貼上姓名。將領也要對部下獻上的首級進行身份判定，以此避免杀良冒功。通常等對方已經完全崩溃之後，再上交无名小人物的首级，就已經沒有什麼軍功了。但是武士的首級一直都可以繼續用來換賞賜，當然也會有把無關的首級冒充是某個將領的拿去冒領軍功的事情，這都是無法避免的。總之，戰役結束之後，追獵落伍者基本就是最後的立功機會了。在秀吉刀狩令之前，農民持有武器也並不少見。戰亂時，他們也襲擊落伍者，希望奪取甲胄武器來換錢。運氣好的還可能獻上大將首級獲得賞賜。整體來說，戰國對於農民而言是謀生手段十分有限的時代。落伍者手對於農民或者村子可以帶來一段時間的免稅、臨時的一筆小財以及改變階級的機會。另一方面，即使沒有這些賞賜，農民也未必會放過落伍者，因為這些武士雖然戰敗了，卻也是武藝出眾、裝備精良的強者。他們走投無路時也會襲擊村莊、掠奪物資，風險不可忽視。農民先下手為強也是常有的選項。歷史記錄和軍紀物語中都常有落伍者經過山路時，早已埋伏的農民突然一擁而上。雖然農民的武器多是鐮刀、鋤頭之類的農具，但是在數量碾壓之下，落伍者往往也是束手無策，當場饮恨。當然，也並非所有的落伍者都會無條件的被殺。在大勢力之间核戰結束之後，立刻就會有人向勝方投降求保護，這個就主要看時機是否合適以及投降者的價值了。整體來說，被接納的投降者不算多，這種還是短兵相接之前就開始談條件的比較多。至於大部分的戰敗武士，即使僥倖逃脫了這第一波的落伍者手，之後也不會好過。追兵在後，告密在旁，連伸手第一口水的人都有可能在下一秒就告發你的行蹤。甚至有記錄寫，賞金獵人會日常偽裝成路人或者行商，發現鬆懈的落伍者時突然下手。於是落伍者們最常見的選擇是進山。日本森林密集，地形複雜，當時尚有一些深山密林與世隔絕，當然這種地方也足以讓人餓死。這些地方也沒有穩定的補給，打獵卻需要武器和體力，生活又會暴露煙與光，於是落伍者會過一段時間近乎野獸的生存方式。有些重新出山的武士形容自己在落伍者時期只能沿山野移動，躲洞穴、伏草莽，雨天全身濕透，冬天靠意志硬扛，病了也要找沒有人能找到的地方才敢倒下。所有的动静都像是追兵，活得连野獸都不如。也有落伍者走海路，躲进沿岸的村莊，求漁民相助，乘船遠走。但理所當然的，海路也不比山路溫柔。陌生的武士在任何港口都很顯眼，找不到船就走不了。想要當倭寇給海盜賣命，也
是需要門路的，找到了船也可能被拒載，甚至會被黑吃黑。石田三成基本就是成功的戰敗武士經歷了，先潛伏，然後找到不會害自己的村落休整，然後躲進山洞嘗試聯繫外界獲得信息，這種基本上算是躲過了這陣風頭了。只是他確實太重要了，所以德川軍對他的搜索力度也很大，最終還是落網了。而明智光秀的末路就是比較常見的落伍者結局了，他在山崎河站敗走途中躲進了小利期附近的竹林，然後遭遇了當地農民落伍者手，被竹槍重傷，然後勉強逃出，由隨從借錯切腹。至於那些成功躲過了風頭之後的落伍者，就得繼續隱藏自己了，能讓自己活下來的往往都是看起來最不像自己的角色，所以落伍者們最常見的路子是偽裝成農民或者商人。不過戰國並不是想混就能混的，陌生人突然进村，當然立刻就會引發警觉，能夠混進去通常也要有些信任基礎，得靠舊交情呀、遠親介紹呀、老祖君的門路呀，這些才有機會讓村民們給一個雖然不放心，但是可以先觀察一下的資格。由於戰國是一個階級差距極大的時代，落伍者必須小心避免武士的習慣，像是說話的節奏、走路的姿勢、對於巡查問話的本能反應等等，這些都有可能被人看出端倪。一句那家伙像是個落伍者的風聲，對於真正的落伍者而言，就是必須要重新找個地方潛伏了。有門路的話，神社寺廟會是落伍者比較好的去處，這些地方最能降低暴露的風險。因為寺院在中式日本並不僅僅是宗教空間，很多大寺院擁有武裝生兵與政治影響力，能夠在地方勢力之間周旋，甚至某些寺院才是真正的国持大名。更重要的是，入寺避難在制度傳統上有依据，本來平安時代的一些寺院就會為權力者們幹髒事，這個傳統一直保留了下來。戰國的寺院依然可以幫大名們向不那麼方便的地方伸手，所以養了一些不知來源的武士屬於社會常識。走這條路的落伍者也有機會另尋民主重新出山，當然多半得換個名字和身份了。不過這條路子也有不少失敗的案例，主要還是被發现了原身份，畢竟四社只能幫你重新來過，想要混進新大名的加成團還得靠自己。新兵民部裡突然多出一個來歷不明還特別能打的人，本身就是一件很顯眼的事，常時就會被懷疑是落伍者，那會不會被暗中處理掉就要看運氣了。畢竟一個大名如果收留了滅國之後的落伍者，那就是不給戰勝大名面子，一般不會無緣無故的這麼做。武田滅亡之後，織田信長就要求周邊的大名都不要雇傭救武田家臣，導致了一些人不得不隱藏親族躲避風頭。很多武士都是在德川家康的建議下把家人暫且藏到山中，當然能有這個機會已經算不錯了。家康肯幫這個忙，意思就是等他做好了善後，你們就可以加入德川家了。也是因為他們有這條明顯的退路，才有把家人暫且藏到山中的需求。因為一般情況下，家人也會成為拖累落伍者的軟肋。滅國合戰之後，通常都要清理城下町和附近的村落，家人被挟為人質，逼迫落伍者自首，也是常規的做法。有的落伍者會犯險嘗試解救家人，也有的索性直接放棄家人，根本不打聽家人的情報，就直接作為一個人的落伍者求生去了。沒有門路重新投誠或者進寺廟神社的落伍者，會去的地方往往也不是城下町，除非想要賭命直接試試這個大名會不會保下自己。他們會選擇更難被追索到的地方，難以管理的山裡，兩個勢力的邊境，沒有人去過的秘境之類的。更熟悉日本歷史的人可能還聽過落人這個詞，指的就是武將帶着少數隨從逃到了難以被找到的地方，然後隱姓埋名當農民。這種故事在日本各地都大量存在，直到現當代都還有變種。而落人中最著名的一支就是各種平家落人的傳說了。總之就是平家敗亡之後，一門眾或者殘部躲進了九州四國之類的外島深山裡。全日本現在有超過150個村莊的地方志記錄自己是平家落人的後代。當然這些人不全是平家的直系，更多的是在戰亂中逃亡的武士，或者是為了躲稅開墾山野的平民。他們自稱平家後人或者其他武士豪族的遺孤，主要是為了扯虎皮避禍。這種農村被統稱為隱田集落，當然能夠假扮農民隱居深山，至少也需要不少的一群人一起逃亡。最多的落伍者還是既沒有門路投靠大名或四社，也沒有足夠的人組成新的村落隱居，所以最後也沒有機會洗白身份，然後就只能一直躲在人跡罕至的絕地。但是這些地方生存難度很大，偷竊搶劫附近的居民就成為了日常，然後就變成了地方怪談、妖怪談之類的傳說，或者直接被稱為會。
在日本的各種地方傳說中，晦的出現通常都代表着死亡、疾病、屍體相關的污穢或者禁忌。如果有晦的跡象，就要立刻遠離。大概也就猜得出落伍者是什麼樣的生活了。他們出現在公共視線下時，就是殺人夺寶，與野生動物接觸太多而患上了未知傳染病，死後棄屍荒野，無人收屍。因為他們是這樣的存在，普通村民可以說是恨死了這些隱藏起來的落伍者們。有些落伍者成功躲了很長时间之後，讓子女有机會到村中定居，也會被貼上落伍者子孫的標籤而被歧視。這也是落伍者村落很多都是全村落伍者的原因，這樣才能更快的洗白身份。雖然這些村落大部分也是对與外界交流極其克制，總之变成了落伍者就是這樣真正的滿血斬殺。昨天還是高高在上的武士老爺，變成了落伍者，立刻就成了日本社會的放浪民。不僅很容易死，而且對別人而言死得很有用，能夠換功勞、換賞錢、換報稅、換名聲。即使躲過了追殺，多半也會長時間的生活在被社會放逐、嚴重的缺衣少食以及持續的恐懼之中。所以說武士戰敗很有可能就這樣直接從天堂掉進地獄。他們害怕戰敗變成落伍者，也就必須拼死命戰鬥。而戰國時代戰亂頻繁，能贏1次、2次、5次、10次，但是誰又能保證自己1次都不輸呢？只要輸1次，就有可能被滿血斬殺。戰國時代的武士就是這樣的職業。不過這也是同時代農民們趨之若鶩的人生目標了。無論如何，當武士時至少不用擔心被餓死或者被亂取。戰國就是這樣的時代。都看到這兒了，別忘了點讚、訂閱、熱推還有硬幣啊！我們下期再見。